一会儿我得给老板倒茶呀。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次我们非常不一样啊。我们这次在一个露营的朋友露营的一个场地，这个是那个趣评测老板李杰玲他们弄那个，过几天开业。然后我们这2天本来想找一个露营地的，结果就挑到这儿了。前段时间发生了个事儿，就是我去给校长装服务器嘛，这事儿已经过去1年多了，他最近有新的需求，就是要升级，再加个服务器。我就跟黄河又跑到上海去帮他装，然后呢就忽悠他，我说你这都已经是独立机房了，你得配个独立电源嘛。然后呢聪哥就说要一个像我们那样，我们公司的那种 RESS 储能系统，撑着我们服务器嘛。然后我就说，哎 ，Peter 给你接了个活儿，然后 Peter 转天就飞去上海去勘测。校长的那个服务器他要加一个储能，然后替换掉他现在的这个UPS。对，它的那个功耗还蛮大的，它的那个服务器啊，这个赶上一个中型的机房了。这个现在估计得有6、7千瓦了吧？对，就现在还没有满载。这个事情，因为这个视频我还在剪嘛，等过段时间就放出来给大家看了。然后会有一个新的服务器的视频，会有一个他装那个储能系统的视频。然后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因为这次我们是店小二赞助了我们2个那个户外电源啊。然后呢，就想让我们讲一讲，他不是让我们推产品，他是想让我们讲一讲，就是教育一下市场嘛，就是为什么这种便携式的电源，在他们看来，接下来可能会是一个可能会变成千亿赛道的一个新的行业。因为现在这个市场规模已经几百亿了，在国内。对，全球。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特别的火。是的，就我们看到的那个移动，就是这个叫便携式移动电源嘛。对，这个产品。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除了那个前2天我们去上海帮那个聪哥要装那个储能嘛，就是去年还记得吗？咱们去那个超级小杰家，对，小杰啊，那个片子怪我到现在，因为素材有10个小时，我就一直头疼。就是去年我们已经帮那个斗鱼上的那个游戏主播超级小杰，他给他家装了一套也是储能系统，因为他的需求是这样的，他有光伏，对，他家是天台嘛，他是完整的整个这个场景的应用。全部自己搭建了一遍。它以前是只有光伏，对，就只能发电，就是白天你用电没问题，但是你到了晚上，它多发的电可能储不下来。所以借着这个契机呢，去年我也拉着 Peter， 我们去给他装了一套那个，他那多少度电？20度电？他没有，他只有10度电。10度电，对，就是相当于白天它的光有200平的光伏，他家天台上多发的电就放到这个存到这个电池里面，对，就是 RESS 里面，然后晚上啊，或者说天气不好的时候，哎，就能从电池里取电来供它的这个用电。所以就借着这次机会，我觉得以后我们也会多聊一聊关于能源啊、储能啊这些话题。没错。然后也可以储能，尤其从去年开始就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啊。是的。有时候我在路上，经常听到那个路上的人都开始谈论这个储能是吧？什么东西？那今天的话题就比较多了，比较杂了。我这儿列了个提纲，我们按照这个提纲来跟大家来做这期节目哈。就是因为你看校长也要装储能，我们也就早就上储能了。对。然后超级小杰也上储能了。所以这个我感觉以后储能和新能源是一个挺大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刚好以这个为开端，我们以后可能有储能的话题、新能源的话题，我们就做成一个播放列表。而且我觉得，因为这次店小二他们赞助这东西嘛，他也给了一些行业材料，我们看了一下。接下来储能，尤其是便携式储能，会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赛道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主要聊储能行业，还有讲一讲这个店小二他们的这种便携式移动电源的应用场景。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给大家科普一下电的一些知识。来，要不咱们介绍一下 Peter， 为什么这次就之前我就可以做这个节目，但是我没有背书。不过现在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啊，我是 Peter。这个应该在很早以前的一期这个关于特斯拉的一个视频里面，我们就跟 AK 搭档过聊了聊。其实那个契机就是我们打算开始讲新能源这个话题的一个。后来因为你忙就老哥，不要怪我，锅往我这甩。因为我的背景其实相对来说综合一点。有一些double E 的背景，然后呢后面阴差阳错是做到了这个电池这一块。但是说实话，新能源这个东西它并不是特别的新这个词儿啊。其实我们在做光伏啊、做太阳能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都叫新能源。还有像这个风电啊，这些只要是这种可再生的这种能源型的东西，其实你都可以把它列为新能源的这个范畴。但是这几年为什么新能源被单独拉出来讲这个事儿，就是因为锂离子电池这个事情被广泛的应用了。
在电动汽车上面，在这个储能上面，大规模的应用。所以呢，新能源一下就被单独这个词儿给拉出来了。那我来补充一下，刚才说好介绍一下 Peter， 他都没怎么介绍自己。Peter 是在电池行业已经快20年了吧？有吗？10多年了，10多年了。然后原来也是在宁德时代专门负责开发、测试、验证的，是属于很早期的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人。后来呢，自己出来也在做能源相关的，对，现在自己有一家能源相关的公司。然后呢，也是我们电玩科技幕后老板之一，很早期就投了我们。他就是电池的专家，就是包括现在大家用的这些消费电子的产品，手机、手表，有些很大牌的，然后可能都是5年、10年前 Peter 他做的验证，这些电池参与的，包括一些电动汽车的一些。对，现在大家路上开的这个电动汽车的很多电池，也是早期Peter 和他的团队做的测试验证。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会聊得比较深。今天我们采用这种形式嘛，就聊聊天。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前段时间就是前几天我们在上海，在王思聪家，对，校长呢，就是他当时以一个投资者的角度，去问了很多你电池的一些行业的一些背景啊也好，还有一些发展方向也好，他的尺度还是挺高的，因为他明显是他想了解这个行业从一个很高的维度去了解，所以他问了 Peter 当时很多问题。今天我们这个访谈呢，也会把当时校长问的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也重新复述一遍给大家。对，我多说一句啊，这个其实当时这个校长他问的问题，很多也是当下一些投资机构在问的，关心的，是的，对，非常专业。说实话，他只是虽然是随口一问啊，但是基本上是问到那个点儿上了。先让 Peter 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国内，电这一块是发电啊这一块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也是上次聪哥问的嘛？对，就是占了占比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的能源来源是什么？对，其实我们现在还是以火电啊、水电为主，就是家里面的这个用电，包括这个居民用电也好，还有这个工业用电也好，其实占大部分的还是传统的火力、水力烧煤。对，烧煤啊，还有就是如果是在像这个西部地区，它水多的地方，那就水利资源，对吧？为什么什么贵州啊、云贵川啊这些地方是这么一个情况？新能源现在是慢慢在介入，就是说有一些城市啊，有一些这个可能沿海地区它强烈要求你，比方说你的能源里面要配多少的新能源，这么来的。它宏观调控嘛，就是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比重要越来越高。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就是中国它之前有个国策嘛，叫碳达峰，要做到一个碳中和的这个目标。就碳达峰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现在因为主要还是火电嘛，没有那么清洁的能源，那我们会在30还是40达到一个烧煤碳排放的一个最高点，然后从那以后我们就要一路降到碳中和，大概最后碳中和要2060年这个规划，如果没记错的话。所以为什么现在新能源的东西就渗透率慢慢会高起来？而且现在还出现了一些类似于碳积分啊、碳交易的这种，在未来可能一些新的产业就排放指标就变成量化了，非常量化的东西。所以就是现在火电能占到咱们全国发电的多少？我记得上次你说得有7、8成是吧？现在应该还是有这么多，可能现在会降一点点了，但是趋势上是慢慢会被一些新能源去替代嘛。但现在还是这个，就是现在的大家的用电大头还是这种火电和水电，这就是上次聪哥也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也关心，因为他自己也看一些行业的数据。然后我这儿补充一下，就是新能源是什么？就可能包括太阳能，对，然后可能有风力，然后还有核能。新能源核能算吧，潮汐能，核能其实也算吧。核能它单列的，它不算在这个大的新能源的，应该是它是单列的一个东西。因为说实话，如果真的咱们能把这个核能完全控制住的话，其实人类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能源的这个危机，就解决了。就是这几年，其实大家看了很多科幻作品里面在讲的那个裂变和聚变，对，可控聚变技术要是掌握的话，人类的这个能源的需求就相当于彻底解决了嘛，你可以这么理解。但问题就在于我们为什么要从这个话题要这么聊下去，就是因为聚变就是原子能嘛，我们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发电的能力，这个只是说我们人类的能源发电水平上去了，它的获取的手段
对上去了。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也是在新能源这个赛道，就是储能。对，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就比如说去年我们去小杰那儿，超级小杰那儿，啊，那个片子我最近会做啊，那个片子应该我最近干一干，想办法尽快做出来。就是它在上储能之前，它是有将近200平的光伏板。它比如说白天，假如说它的发电能达到5000瓦。然后它的房子整个全屋的用电，假如说是3、4千瓦，哎，那是够用的，甚至还多发出来的。但是多发出来的就浪费掉了，没错，因为它用不掉。对。所以呢，这时候就是同样在新能源很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储能嘛。就我们除了这个发电之外，也要把多余的电给它存起来。没有电的时候，或者说发电跟不上的时候，再从电池里把电取出来用掉。对，所以说储能也是很关键的。没错。然后为什么说储能呢？那就要说到 Peter 的老本行了，就是这现在的这个锂电池嘛。对，其实储能它并不是一个不能叫特别新的东西。因为在过去啊，也是有这个电池来储能的，只是说那个时候用什么铅酸电池啊，用这种其他的类型的电池，它的能量密度不够高。所以你要想存那么多电在这个电池里面，首先要占非常大的这个体积，重量也很重。同时呢，那个时候铅酸电池它本身也不环保，而且铅酸的这个寿命也很短，3年就要维护一次，是的，整体换一次。所以现在就是慢慢的为什么现在又把储能提的，就大家都谈论这么多啊？就是有一个从以前的铅酸的储能，常规来讲的铅酸储能，然后往这个锂电池的储能，这个转换。所以这个转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因为以前用铅酸的这个行业特别多。铅酸就像 Peter 刚才说的，它的能量密度有问题，然后呢，本身材料也不是特别的环保，对，所以呢，大概从10年、20年开始，就慢慢的锂离子聚合物电池就慢慢先是工业，然后就民用，然后 to C 市场，包括大家现在的手机啊、电脑啊、手表啊、智能设备，基本上包括我们的麦克风、电影机。基本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其实才发展了30多年。锂电池其实它是索尼嘛，最早商业化的。用在它的那些以前的什么 MP3啊、Walkman 啊，还有那个它的笔记本里面。1991年，大家记这个时间。1991年，索尼最开始商业化锂离子电池，现在才过去刚刚30年。储能说白了啊。就是大电池，你别管它是铅酸啊、锂电，甚至将来的其他的材料，它其实说白了就是个大电池。对，那电池，我说到储能，可能我们之前有很多观众就可能有误会嘛，就是电池跟电容的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这个 Peter 给我们解释一下。电池跟电容其实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叫物理学上叫法拉第效应，这个不在这儿细讲了。但是呢，大家有一个感知，就是电池实际上是发生了物质的转移的，就是阴阳极它的转换，物质的转换，但是电容不是，以前我们高中学物理的时候，就是讲这个电容其实就是双电层嘛，双电层的这个结构当你有这个电压加在上面的时候，它的离子会吸附到2个极片上去，然后你可以把电压变得非常大，但是它只是电荷的移动，它里面没有内部的这个物质的这个转移。但是电池不一样，电池是实现了在阴阳极，比方说以前叫氧化还原反应。那锂离子电池呢，它形态不一样，它实现了锂离子的正负极的这个迁移，它实现了物质的转移。所以这就是电池跟电容从本质上的一个区别。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容其实它把那个电放出来那一瞬间，它可以非常的快，功率非常大，但是它不持久。非常的就可能就几秒钟或者是1分钟，它就全部消耗完了。但是如果想要持续的稳定的输出一定的电能那就必须靠这个电池这种方式，它其实是相当于把一个质量转换为了能量，这个是最大的这个区别。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在电容这个东西上它做一些高功率的突然瞬时的去输出一下，都会用到电容这个东西。是的。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持久的比方说电动汽车，对吧？我要开多少公里，那你必须用电池来做。这个区别。就是电池的方向为什么是这个离子电池呢？就是你 Peter 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上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多人了解一下这个知识点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当下选择了锂离子作为这个载体？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材料科学家他们在考虑电池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元素周期表上找能够合适在正极或者负极
以及中间这个电解液怎么去配合这3样东西。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元素周期表上那么多元素，100多种，对吧？怎么去最好的，就是说找到这个最合适的材料这个就是这些科学家他自己去有一个这个逻辑在里面。做一个电池，它最完美的一颗电池，它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在能量密度比较高，它的终极目标是能量密度比较高，也就是说，在越小的这个体积内，越小的重量下，你存储更多的能量，正极跟负极之间的一个电压足够大，那理论上来说，你就应该能找到一个相对好的一个载体，来做这个储能的这个单元。所以呢，锂是这个元素周期表上大家去看它是在碱金属这一列的。最左边，它的这个电位这里又多了一个概念我们不要细讲OK， 就说它里面会有一个这个叫做电负度的概念，它的电负度是相对比较低的，在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元素里面，而且它又是固体的，因为氢氦锂嘛，它是第一个，氢氦都是气体，对，都是气体，然后锂是一个固体，它是电负度又低，就相当于是说你在一个水坝的这个落差下面有个势能，它就是最低的一个势能的这个状态。然后呢，按道理说我们应该找一个更高的那个电负度的东西，跟它形成一个差值。这个差值就可以造成电压是吧？这个电压首先能保证这个电压是一个比较大的，也就保证我们这个电池本身它可以去有比较大的能量。前提是这里。所以呢，按道理说，我们应该去找另外一个材料给它相对应的，应该去找这个元素周期表最右边的是吧？最右边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你真的要匹配的时候，就发现它俩没法坐在一起，中间的电解质无论你去怎么配，它都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电流，不能形成这个内部的这个电流。花了那么多年时间，40多年时间找锂离子电池的正负极材料，最后才找到了一个这个石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碳的材料。做这个电池的负极，然后锂离子呢，在另外一边有个阴极材料阴极材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比方说磷酸铁锂三元其实这些都讲的是阴极材料。然后这个锂离子在中间穿梭的这个过程中释放的这个能量，电负度最低的和电负度最高的这个物质之间的这个差异，它的电压差异大概是在不到6伏这个差异不到6伏。也就是说，如果说将来你发现谁说单节的这个电池里面不要去看那个串并联，就是一个单串的这个电池，它如果这个电压能超过6伏，你就财务自由了。6伏，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不太可能有这种电池出现，不在这个地球上，或者说这个地球上还没发现这样子的理解一个物质。那我就来总结一下，就是其实化学能量电池，就像 Peter 说的，你得找这种电势差很大的2种材料。对，但是还得匹配它能用的电解液。对，所以各种条件限制下来之后，我们发现其实现在锂现在就是最可行的。对，锂的话，它是在碱金属的就是上方的那个，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活泼的。这就是为什么以后将来的电池它还有很多形态，包括钠。对，为什么现在有钠，就是因为它是锂离子那一簇下面的，将来钠下面应该还有。对，还有，按道理说那一簇上面的东西都有可能，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呢，你得找到匹配的负极材料，对，然后也得找到合适的电解液，那这个就很困难。这就是回到上次聪哥又问了个问题，他就觉得，他说 Peter， 你觉得锂电池还有多少年？对，他很关注一个未来的一个能源储能的一个材料基础材料的问题。这个基础材料就像矿石一样嘛，它是基本的一个材料。所以那天我们跟校长聊嘛，就是说，我们其实不着眼于，不仅仅局限于这个锂，它后面还有什么钠离子还有旁边的镁，这些都可以做这个电池的材料的。所以说，从这个储能电池的材料选择来讲，其实有好多可以去挖掘的未来还有一种锂离子电池形态，就是这个固态的全固态的锂离子电池。这里的所谓的固态呢，就是指它的电解液。现在的这个锂离子电池，它的电解就是里面这个电解质它是一种凝胶的状态，凝胶的，就是它还是这种非完全是这种固体的。它在做电池的最后一步的时候，它会注入这个电解液。你听到它注入这个电解液，就说明它是有这个流动性的。但是将来的全固态电池，它本身那个电解质就一定是固态的。这是为什么？这是要提升它的安全性，还有本身它能够提高它的能量密度从这一点去考虑的。当然从
提高能量密度这一点的话，全固态电池是因为负极的原因啊，那个时候可以用锂金属来做，明白。现在还是锂的化合物。上次我记得在校长那儿你还说了一个，现在好像有个团队做出来，它可以直接把那个锂金属片儿让它给它电解，把这个东西反过来了。我们都怕电池就是锂聚合物电池，你用久了它变成了金属锂，就电解液里面一些锂离子变成了金属锂，那就失去活性，电压就会降低，内阻变大。那现在有个厂商呢，应该是反过来，它这个是一个很新的概念，非常新的一个概念，就是啥呢？它是希望就是锂离子电池能够像加油一样，把锂变成液态的，然后把它注入到我们的这个类似于油箱的这样子的东西。而且同时呢，它这个锂金属它是能够不断的溶解在这个溶液里面的，形成一个过饱和的一个状态，你就永远不会有能量衰减这个问题。这个概念其实非常的超前了。要找到这样的材料，不是说不可能啊，将来也有可能出现一种形态，就是我不再是充电了，直接像去加油站一样啊，我把里面的那个废液啊，或者说怎么不好的这个把它排掉，然后再给它注入一个新的液态的锂，就可以实现一次这个充电，所谓的充电换电，加油这个概念相当于加油就是加锂。但是这个技术呢，它是有这种原型机啊，这个原型机是做过的，但是要商业化就非常的遥远。这就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经常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报道说，哎，现在电池技术又有了什么新的突破，几分钟啊几秒钟又充了多少，这种数据呢大部分是在实验室里面，有这样的产品原型机都有，但是你真的要到商业化的时候，到这个量产阶段的时候，是不太容易的，要经过非常多的这个工艺的优化和迭代。明白。就这2年哈，我明显感觉到，就是当我用2年左右手机，对吧？你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机的电池就衰减了。是的啊，但是早年的时候，有些时候你手机用个3年甚至4年，那个手机电池的性能依然很好。你觉得这个算是一种退步吗？还是一个怎么样？这个东西不好说，这个就由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现在的厂商大家都知道，你买个锂电池，它可能跟你说这个500次充放电循环之后，可能还有80%的容量，对吧？那其实这个标准在10几年前，苹果做第一代 iPhone 的时候，它的这个规格可不是500次充放电循环，它可能是1000次甚至2000次，所以就会导致大家用最早那一代 iPhone 的时候，它电池特别经用。就包括我本人的体验是这样，包括 iPhone 出了第10代了，然后呢，很多博主还有收藏的1代嘛，那个原装电池开了都没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消费电子产品，你电池这么抗用，那很多人就不换了嘛。或者说它会延长它的这个换机的周期，那是不利于一个厂商的。因为消费类电子产品嘛，它换代其实1到2年就差不多就该换了。是的。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你的电池都依然，就是说电池那个时候如果说设计的远远超过它的寿命的话，其实这就有点过设计了，而且还不利于消费电子行业的发展。所以你把这个话题引申一点，你去想厂商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它有不对的地方，就是大家觉得消费者我买东西我就想用10年，但是如果所有人的这个东西10年都不坏，那发展在哪里嘛，对吧？其实这东西是双刃剑。你像 Peter 他们这种做相关行业的人可能都很清楚，但是可能对大众来说，就由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嘛。这个不是说好坏的问题，而是一种现象。它现在已经成一个现象了，就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行规了嘛。一个锂电池，对吧？基本上500-600次。其实不能说是我们也不把它叫做什么规则，主要是不要过设计。因为做产品的可能大家都知道，这里面都涉及到成本，还有就是说本身的这个产品的边界。你只要能够满足这个边界，对吧？我们把成本和这个性能还有这个品质做到了最优，基本上就是个共识嘛。现在对，你做消费类电子产品，你用这种聚合物电池，基本上你不会考虑它5年之后是不是会对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小知识，跟大家聊一下。前几天我们在聪哥家，他问你就是包括锂离子的固态电池，还有这个反正是锂系的，就是这种化学能电池，大概还有多少年的市场嘛？然后现在看来，就是接下来可能几十年还会是，还会是一个主导主流，可能会有新的技术出来，但是基本还是绕着这个化学能。对，因为这个是最就叫做什么最现实的一种方案。聪哥他问你这个问题，他背后的思考是什么？他就是想知道这个市场规模，对，来看这个行业将来，比如说那个储能，
家庭储能也好，行业储能也好，他想看这个赛道的市场规模，因为他自己搞投资嘛。所以我一下就明白他这个话的用意是什么。那其实我们话说回来，这次因为是店小二赞助我们，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我们的灯光、电影机，然后甚至所有的用电设备后面还带了个 PS5和这个OLED 的一个电视，还有我们的这个。白天我们下午过来的嘛，就是一直在用这个太阳能的这个光伏板给它充电，来给它充电，然后现在它又带着我们所有的用电设备，就这种像店小二他们做的这种便携式储能啊，它这个市场规模，我看他们给我列了一个就是一个分析报告，就他们自己作为这个行业的，他们现在是龙头，全球，对，店小二在海外叫 Jackery。在欧美还有日本上也很多，对，是龙头了，是 IPO 第一股。我看了一个行业的一个分析报告，现在便携式储能，现在是几百亿的市场规模。他们预估2026年，也就是还有3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全球应该能到800多亿，然后再过几年可能就要破1000亿了。然后在这个便携储能的这个市场，美国和日本会占到80%，现在已经占了大概6、7成了。就是说再过3、4年。光是美国和日本的市场就要占掉全球便携储能这个市场需求的80%。美国主要是因为这种露营文化、户外文化比较流行。日本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日本是个岛国嘛，他们主要是做一些灾备。对，就是你家家户户可能都有几块，对，拿来应急的。因为他们海啸啊、地震啊这种事故比较多，反而是日本其实这个市场规模也挺大的，这个我是挺意外的。然后我们关于这个户外和应急的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展开聊一聊。就比如说户外嘛，就是欧美主要是房车啊、露营这些活动，但是国内呢，我列个数据吧，2017年，咱们全中国，注册的这种户外营地这种企业，做这个企业大概是1005家。这个是6、7年前，然后2021年，也就是2年前，已经到2万多家了。就是它这个图上是一路是爆发上来的，指数上升。对，而且这还是2021年的数据，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因为过去几年疫情嘛。那现在开放了之后，你想这个露营文化很快就要又成一个这种，很快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包括你看，这次我们的场地的提供方就是趣评测。杰林老板对吧？他给我们提供这个地方，他也去开了这种都市商业的这种露营地，然后这种地方就需要储能。你像我们在户外弄个电视玩个游戏机，多舒服啊！我们今天这叫什么？野外打游戏。是我们拍节目是晚上拍的嘛，但是下午我们爽了一下午了。对。玩游戏，然后烤串儿，然后对吧？看个电视，其实挺舒服的。国内除了这些像跟欧美一样的这种露营啊活动，国内还有一些什么户外作业。反正你只要是涉及到那种比方说有一些这种移动式的工具，对吧？需要有一些这个能量的这个补充的，那这个东西都可以作为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备电的一个这个工具。除了那些我刚才说到那些玩露营的户外玩家嘛，其实还有就是，Peter 可能想不到摄影师，野外的摄影师。就是以前我给你举个真实的例子啊，这个大概是5年前吧，我那个时候还在玩，我也玩徒步。当时我跟一帮朋友一起搞了一个那种，户外徒步给人商拍。我们比如说开无人机，然后扛着那种各种机器镜头在无人区。就是有一些什么公司老总啊，他们就自己，对吧？你知道吧？原来王石好像也爱搞这个东西，就是户外嘛，对，也算户外的。然后呢，我们就去拍东西，然后3天之后给他剪个片子，大家这一路走过来，然后都没信号，手机没信号，无人区。然后呢，在这种场景，我们跟主办方是一起去搞这些设备嘛，每天早上，大家起来之后，把他的那个帐篷收一收之后，营地开始开启那个叫什么那个发电机。然后就给大家供电，然后你 GPS 啊、对讲机这些设备都要充电，所以其实你如果有这种便携式储能的话，对，你像主办方会有开着车嘛，我们参与活动的人是走路，对，但他们其实有车，那你与其拉这种油拉发电机，其实，是不是这种便携电源？这个便携式电源它有一个主打的市场就是替换以前的柴油发电机，对，柴发是的，因为柴发它吵。是的，然后它那个又有味道。对，你看还记得吗？1年半前我们给聪哥装那个服务器的时候，他当时就提了一句，我这儿放一个发电机，放2桶油。对，是他原话。就旁边再放个发电机，放桶油。结果1年半之后，你看被我们用 RESS 解决了。对，这就是行业在发展嘛。
然后这种便携式的没错储能慢慢就在替换掉这个老赛道的东西了。所以为什么美国那边它用这个也是多，就是因为美国很多人他家里会备一个柴油发电机的，是的，所以说当他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可能慢慢就会把这个柴油发电机给替换掉。是。然后你用光伏板，对，再加上这个储能的电池，你的体积也变小了，也更便携了。对，那成本不知道会不会低啊？成本还是会高一些的，相对高一点。成本会高一些。锂离子电池如果它那个价格持续往下走的话，这个成本也会慢慢还会往下探。对。所以刚才我说了，就是从2017年到现在到2年前2021年，这个野营啊这种文化慢慢在爆起来这个市场。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房车，房车也是17年啊，全年咱们全国是卖了大概4500辆，然后到了21年，你猜到多少了？翻了5倍有吗？没到3倍多，3倍。现在大概12000-13000辆这个房车的销量。所以这个赛道呢，明显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是这个以前可能几十亿的市场规模，然后可能突破100亿，然后接下来可能奔着1000亿去。所以呢，你像店小二他们就看到这个赛道了。他们过去很多年都是在欧美，亚马逊啊，他们销售就是主要靠他们海外市场嘛。但是国内你看这个势头也起来了，所以他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由我们频道牵头来聊一聊这种便携储能在国内将来的应用嘛。你像除了我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早些年5年前我在参与这个户外徒步的时候，还是那种柴油发电机。对。那现在确实是已经看到朋友，就是以前做那个徒步那帮朋友，他们已经全上这些东西了。对。光伏板、电池。没错。到时候就是白天营地，下午的时候营地一开，然后光伏板一展开，充个5-6个小时，基本上晚上的用电就有了，你就不用背着油了。所以你看国内这几年发展也很快嘛，对这个便携式的储能的需求也上来了。所以你看店小二他们就也看到了国内的一波发展的一波机会，所以他们就推的这个他们主推的这个叫什么？1100 Pro 这个型号啊，主打的就是1度电，1度电，然后功率1100瓦，对，大概是这样子，标称1100，差不多就是1度电嘛。对，你算上损耗什么的，1度电不小了，1度电其实蛮多的。对，1度电能干啥？你看，就是户外的这种玩家，除了比如说，我们露个营，有个电脑啊，有个什么激光电视什么的，能带一带。还有一群人，像我们的科技爱好者对吧？你设备多，什么无人机，对吧？是电影机，没错。然后补光灯，你这些东西都要用电的呀。像我们今天不都这个场景这么打出来？对，我们这个场景用了大概2块、3块这个电池。我们下午一直在玩这个游戏，然后晚上我们拍摄，对，2-3度电就够了，一晚上这种娱乐需求。中国家庭3口之家，有个平均数字，就在不开空调的情况下面，3口之家的平均一天的耗电量，就大概在7到8度电。主要是照明啊，然后有一些这个冰箱啊，还有一些洗衣机啊，还有这些电视啊，打开。对，但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哪儿？我还问了一些店小二他们，因为他们在欧美那边，他们好像更畅销的是2度电的产品。对啊，因为欧美的话，就是说，尤其美国嘛，美国它的用电量是中国家庭的3倍。有这个数字。是的，美国其实挺铺张浪费的，所以它大容量的这种东西，它就应该是销量会好一些。还有一个原因就其实是基建。就是你看，实话实说，你像国内的这种比较成熟的这种营地啊，其实它已经有了很好的基建了。实话实说，我们不用这个不是不行，那引几个插线板嘛，它营地有供电的地方嘛。对。所以其实国内的特别完善的基建，反而让这种便携式电源，它的需求就不像欧美，你比如说2度电、3度电才用。对。国内反而可能1度电是最畅销的。便携性的这种移动电源跟基建是对立的一个关系。主干的网络做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太多分布式的东西。是的，这个就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能源。而且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个产品挺巧妙的一点在哪儿？如果真的有用电大户，比如说像我们带个电视、带个 PS5，还有一堆摄影的这些东西，你不够的话，它是有一个并联的一个技术的，就是你2度电的，你看2个那个电池模块化的扩展。对，你放在一起，那个并联线一插，就直接2块电池并在一起了，就是你的输出是2块电池。你看，比如说我们其实电视和 PS5是插在一个电池上的，然后这个电池呢有一根并联线接到另一块电池上，它是2个一起在供这个负载，这样可以比较方便的去扩展。是的，expandable。很灵活，我觉得就是1度电的产品这么设计，这种模块化的这种应用，你需要1度的就拿1块嘛，你不够的就2块嘛，2块峰值能做到，比如说2-3千瓦，然后稳定的输出应该有2000瓦，你什么电器供不起来啊？对，是不是？基本上够了，户外的就够用了。所以啊，这次那个店小二他们挺有意思，你知道他们找了我们帮忙去宣传一下他们的这个
便携式移动电源嘛，他们除了我们之外还找了谁？就找了2家，你猜一下那家是谁？也是我们类似的科技类的，算是吧。 Team。哎，我这个咱俩没串稿子啊。哎，我真没串稿子、啊。他们那天说就找了 Tim 和我们，然后他们其实在我的视角看，他们挺聪明的，因为 Tim 他们体量大嘛，对，他们针对更大的受众，就是尤其是他们在 B 站上，观众们可能相对年轻一点，学生啊或者怎么样的年轻人，他们比我们大多了。我们观众也有自己特色，我们相对观众比较年长。然后我们的观众里面不乏那种科技行业的从业者和一些科技公司的中高层，甚至还有老板。其实我们聊这个期，包括刚才请 Peter 介绍一下整个行业的背景和将来的发展，其实可能我们自己的观众了解刚才那些信息更有价值。我觉得啊，就是国内咱们基建这么好，就真的有这种便携式移动的这个储能的需求呢，可能也是跟欧美市场比不了，因为对。这个还是挺自豪的。你说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大的需求，是因为我们基建好，对吧？对。但是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可能愿意出去玩一玩，还有科技爱好者、科技数码爱好者呢，用电设备多。还有一类就是我刚才说户外摄影师，还有一些什么户外作业人员，比如说沿着电缆然后飞机或者勘测那些人，其实都是有。还有他们那种移动的那种工具，对吧？那个什么电钻、手钻之类的，你像没错，它还是有市场的。国内的优势就在于我们盘子大，我们比例可能不高，但我们基数大，对。所以他们店小二他们现在在国内想去好好去发力一下这个便携式储能这个赛道，其实是很有机会的，因为所有的东西其实放到国内来讲，因为国内的基数特别大，你渗透率只有1%，哎，你可能1%很棒了，超越了这个欧美的5%啊，这个1%是1000多万人是吧？对，你要能做到1%，那你受众有1000多万人也很牛逼了。那是啊，就咱们国内的优势就在这儿，这个盘子大。就昨天晚上我们在准备东西嘛，对，就今天拍这个节目，我昨天就在算，我们这个能不能撑得住。就我们又带电视带 PS5，然后有一堆摄影灯什么的，好几百瓦。后来我就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就是这常用电器的这些功耗有多大。你像我们实测这个48寸的这个 OLED 电视，它大概是100瓦到200瓦之间，因为涉及到你这个对它最大的功耗在于它的这个面板嘛。就比如说你显示一个游戏里面场景是一个白天场景，又激发它 HDR， 它可能到200瓦甚至更高，200多。平时呢可能70-80瓦、100瓦，所以。我们先讲哈，就是一度电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店小二的这个一个一度电的这个便携电源，它是能1000瓦的功率放电1小时，也就是1000瓦时，1000瓦时就是一度电，对，就是简单做个小科普。然后呢，这个电视如果说额定是200瓦的功率，那相当于能跑5个小时，对。然后呢，这个 PS5呢，这个也是。我是挺意外的，我以为 PS5能有个几十瓦、100多瓦就完了，结果 PS5能到200多。就我们玩战神，我们玩 GT7，它那颗那个叫什么 GPU 啊，还是挺吃。是的，对吧？大概是200瓦左右，有的时候能超过200瓦，所以光 PS5加电视峰值就有接近400-500瓦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用一块电池一直满功率玩的话，大概是能跑2个多小时。然后并在一起呢，那就敞开玩了。我们并联之后，发现玩了一下午，就用了它1半的电。对。所以，然后那个任天堂的那个很流行那个掌机啊，那个 Switch 啊，那个应该久了，那个就很久了。对，那个它用的是移动芯片嘛，它大概10瓦。那你就是10瓦就是玩100个小时，真的。然后手机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手机一块电池大概是10几瓦时。1000对，10几瓦时，1瓦时对。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一度电的这个电源给手机充电的话，应该有个大几十次，70-80次，能充满电70-80次，一度电。然后电磁炉功耗就大了，1-2千瓦。对。然后一度电多少钱知道吗？一度电差不多，哎，这个市电差不多是多少？6毛？8毛。8毛。深圳也还分这个风谷电、风谷屏。后面我那有辆特斯拉嘛，我们自己公司有个院子啊，我就设成充多少钱？我就设置成12点以后再自动充电，多少钱我没关注，反正肯定用的是最便宜的电。对。然后我们那边最便宜应该是多少？能5毛6毛？可能差不多吧。啊，老朱说6毛多，差不多。然后还有这个摄影灯。这个挺意外的，我没想到它功率这么大。就是我们这2盏是那个爱图仕给的那个200插，这2盏灯开满之后啊，就现在没满，开满之后得有加在一起快500瓦了。那也是用电大户啊。是的。然后我们的 C70就是现在我们在用的这个电影机，大概也就10几瓦。其实就是这种就是电子产品啊，
不是游戏机啊，就电子产品，像相机啊，或者像什么 Switch 啊，就移动式掌机，那种都消耗不大的。手机也不大。是的。反而是这种灯啊，它是明显的这种，就是它本身就是要发热，它也要发热。这种设备它的耗电量反而大。白天我们趁着营地就是天还亮的时候，我们下午过来了嘛，我们玩了玩那个飞机。里面用的也是锂电池。对 ，Peter 果然是做，他是3点多来的嘛，来了之后就先问的就是这飞机里面什么电池，然后就是职业病了。就那个就更小了嘛，那个可能就算用瓦时的话，可能非常不到半瓦时，或者更小。对，会吧？那它从尺寸上就很小。对，指甲盖那么大的小锂电池。我们玩得很开心，下午我们在这儿飞。它这个营地确实不错。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了讲锂电池的一些，从它的技术原理上跟大家讲。其实我们没往深了去讲这个问题，深了就没人看了这个。因为这个不好讲得太深了。是的，一讲就是完全是化学、材料、物理就这些东西。但是大概能给大家有个感性的认识，对吧？为什么是锂？它为什么选它？在元素周期表那个位置决定了的。是。Peter 觉得固态电池什么时候能普及啊？普及不好说，但是现在的话，那个它原型机早就是有了。普及还得一些时间啊，因为它需要这个商业化之后啊，工业化之后，把它成本要做下来。明白啊。那我们今天其实关于这个电还有能源储能，简单聊了聊，然后接下来应该是1-2个月内吧。我们会把那个去年帮超级小杰做的那个储能那个视频放出来给大家看看，挺有意思的，给大家看看他家最后那个大电池，我们放在那儿大的 RESS， 再就介绍一下 RESS 是啥？Residential Energy Storage System， 对，住宅能源存储系统，对，互用储能系统，这挺有意思。就是特斯拉也在做嘛，就是他们那个 Solar City 在做那个 Powerwall， 对，然后 Peter 好像也在做相关的东西，对，类似的。所以这个是小杰那个视频，我会尽快剪。然后聪哥那个视频，就是我们应该是这个月底去帮他装。对，我们完成勘测了。他为了装这玩意儿，把他机房的马桶和洗手台给拆了。我们终于把他的马桶拆了。这是一期视频。然后呢，聪哥那个服务器也升级了，这个我可以水2期视频了，又蹭大佬热度。它应该又应该是全球最快的，那个都不用测了，一定是前3，一定前3。对，那个我这1-2个月会把这些视频相对的，慢慢给它放出来。剪辑压力太大了。然后最后我们帮那个杰灵兄打个广告，就是他的这个露营地还不错，叫那个很野露营地，在罗湖。老朱这儿具体是哪儿？罗湖山附近啊，梧桐山附近。后面就是梧桐山。就Peter还记得吗？3点多来的时候，咱们溜达了一圈，很漂亮，那个这环境特别好。我们说这话的时候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下午录的一些 B-roll， 然后呢晚点我们收摊儿，把这东西收了之后，可以看看再拍一点这个晚上它的这个环境，挺棒的。我觉得我没想到深圳我们能找到这么一个地儿。对啊，这在深圳的市区了。我过去2年我就想飞那个飞机嘛，我想找一个近点儿的地儿，然后时不时来飞一飞，结果一直都没有找到这样的场地。它这个地方什么团建啊，还有做一些活动啊，都不错。这个是的，然后它还有几天开业，就试开业了。我们相当于今天我们包场了，相当于给杰灵兄他们打个广告。这地儿挺不错的，大家可以周末如果住在深圳或广东附近的，周末过来可以玩一玩，挺棒的。这个地儿又环境又好，又原生态。那就再次感谢一下店小二这次对本节目的赞助，他们这个户外电源是挺好用的。你像以前我们在我们自己院子里烧烤什么的，引好多插线板，这玩意儿一提，然后对，然后我虽然是一个已经退烧的户外玩家，以前我玩过1-2年，就是很发烧的去徒步走100公里3天，扎帐篷我是看着这个行业过来的。以前主办方会有一个发电机，对吧？以后我已经能预见到了，都是这类产品。那刚好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便携式储能会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赛道吧。还是刚才那个观点，就是跟欧美日可能比不了，但是我们就重在我们盘子大，我们基数大，所以储能这块儿，尤其是便携家庭储能，可能也会是一个赛道。你看现在已经看到了，超级小杰有，
我们有，王松要有，对吧？慢慢都会，说不定这个露营地也会有，是吧？对，是的，以后可能家家户户，你可能你家比较大，或者你有一些重要的用电设备，虽然我们基建很好，但也架不住小区抽风啊或怎么样的停个电。还有个用途，其实就是因为那个电动汽车多了啊。如果你家里面装充电桩的话，是的，它如果配电不够用的话，你装一个家用储能的这个系统，其实是扩大了你的这个家里的配电的容量的。跟各位可能做投资或者关注这个行业的朋友也说一下，就是我们自己观察，便携储能从几年前可能几十亿的市场规模，到现在200-300亿，然后可能再过个3-5年，可能会突破1000亿这么一个市场规模。所以从业也好，还是投资也好，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赛道。对 ，OK， 我觉得那就差不多了。再次感谢一下店小二的赞助了。希望跟大家这次解释的很清楚了。对吧？关于储能啊、便携啊，还有锂电池相关的一些知识点，行吧？那我们就以后看，尽量多搞一些类似这样的节目，我们出来吃串儿、喝茶、打游戏，来，挺好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